我国再次向巴基斯坦军方提供一批武装无人机，印度对此却表示抗议。为何我国的无人机会成为印度军队的噩梦？敬请关注本期军事热点。不久前，就在中国空军与巴基斯坦空军举行雄鹰9军演的时候，印度方面传出了巴基斯坦军方使用无人机炸毁印度军方在印控克什米尔前线建立的几个据点发动打击的消息。这次打击造成了印军的几个临时哨所被炸毁。值得一提的是，在巴基斯坦的这次行动中，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巴基斯坦方面再次向我国购买了一批无人机。据媒体报道，巴基斯坦向中国购买了50架翼龙2武装无人机。据了解，巴基斯坦向中国购买的无人机能够让巴基斯坦军方不用越过印巴边境，就能够对印度的目标发射空对地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它还可以在印度地对空导弹或高射炮的射程外向印度发动攻击。根据公开数据显示，翼龙2无人机是中国制造的一款性能优异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它对敌方地面碉堡、据点、哨所等目标具有非常强大的杀伤力，并且它已经在利比亚、也门等中东战场得到了实战检验。然而，印度的地面部队却无力抵抗来自于巴基斯坦大批武装无人机的攻击，因此，印度媒体认为这将是印度在高原边境地区部队面临的噩梦。由此可见，我国制造的武装无人机已经给印度军方留下了心理阴影。为此，印度方面在情急之下，对于中国向巴基斯坦军方提供翼龙2无人机一事提出了抗议。印度军方认为，中国对巴基斯坦输送大量翼龙2武装无人机，是在对克什米尔地区的局势进行干涉，应该停止类似的可能会激化局势的装备输出计划。并且，印度在抗议的同时也提到，印度军队完全有能力对抗中国制造的翼龙2武装无人机。目前，印度军方已经在克什米尔的一线地区部署了大量的防空导弹和战斗机，以此来增强他们的防空网络。由此可见，印度方面这是对我国软硬兼施。但是，通过印度的言论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内心还是想让我国停止对巴基斯坦军方供应翼龙2武装无人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方面开始说自己没有能力应对来自于中国的翼龙2武装无人机，后面又说自己完全有能力对抗中国的翼龙2武装无人机。不得不说，印度此举的确是自相矛盾。601所透露关键信息，重点人机交互项目究竟是什么？它将给歼20战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近日，航空工业沈阳所，也就是外界熟知的601所，在其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决胜2020：继同心臂力、攻坚筑梦的某型号人机交互设计团队》的报道。文章中透露了一个关键的信息：601所的人机交互项目进入关键节点。这个项目设计难度高、周期短、任务重。那么，报道中提到的到底是哪种飞机呢？提起人机交互，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无人机，毕竟强调的是操作员与飞机的相互配合的系统，而沈飞又有何重要的无人机项目？有网友猜测，这个重要的人机交互项目可能就是一直以来流传的岸舰无人机，而岸舰无人机也一直被认为是歼20的中程僚机。所谓中程僚机，顾名思义，它是作为另一种飞机的僚机，一般是与无人机伴飞，并且共同执行作战任务。中程僚机可以为战斗机进行侦测、定位、掩护等职责，与战斗机一起达到1+1大于2的效果。我们的五代机歼20已经日趋完善，按现在的形势来看，咱们五代机歼20的中程僚机也该出来了。也是在最近，美军完成了 MQ-25 黄鲷鱼无人机的测试。这款舰载无人机将为美军的航母舰载机 F-35C 提供空中加油的任务。当 F-35C 出击的时候，黄鲷鱼无人机会进行伴飞，并且为其完成增加油量的任务，可以看作为 F-35C 的一款中程僚机。
不仅如此，美军还有正在研发的女武神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将作为 F-22与 F-35的中程僚机，为其提供作战支援。由此可见，为了不在中程僚机领域上落后，我们的中程僚机也该出现了。而岸舰的出现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歼20战机的作战模式，使其更加高科技化。中国空军最新招飞宣传片引起热议，传说中的轰20显露真身，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又为何采用这样的设计？看看局座张召忠怎么说。近日，中国空军发布了最新的2021年招飞宣传片，宣传片中可谓是细节满满，尤其是最后的画面中出现了一块布盖着的神秘飞机。这一幕也让人联想到2018年的中航宣传片《大国起飞》中类似的一幕。而此次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有幕布掀开的场景。虽然没有正面展示幕布下的神秘飞机的全貌，我们却在下一个镜头中发现新的线索。接下来的镜头是一位飞行员戴着飞行头盔注视前方，而飞行员头盔中反射的画面分明就是掀开幕布那一刹那的场景。从头盔发射的影像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该飞机的轮廓，尤其是机头部分亮出，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认定这块幕布下面的新型飞机是一款外形类似于美军 B-2 与 B-21 这样的飞翼布局的飞机。那么问题来了，这款飞机到底是什么？答案当然就是被口口相传的我国新一代隐身轰炸机轰20了。与此前还是完全遮住不同，这一次宣传片中的轰20已经显示出一部分庐山真面目了。这无疑暗示了我们期盼已久的轰20真的已经呼之欲出了，正式亮相很可能就在今年。虽然说这一幕的确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惊喜，但这又似乎是理所应当的。毕竟去年就不断有轰20即将问世的消息传出。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国航空权威专家傅前绍就在央视的节目中透露，我们也在研发新一代的战略轰炸机，要比现在的轰 6K 与轰 6N 更强。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见到属于中国的新型远程隐形战略轰炸机了。而关于轰20的外形设计，大家也基本上猜出了8、9不离十。著名军事专家局座张召忠也曾直言，轰20的外形将会采用类似美国 B-21 轰炸机的设计。不过，既然美国已经有了这样的设计，我们的轰20为啥要摸着美国过河呢？张召忠也给我们进行了答疑解惑。局座表示，一方面，中国空军装备的轰炸机还是沿用50年代设计的老将，尽管轰 6N 威力强大，但已经明显跟不上20年代的中国空军了。轰6在载弹量、突防、高速飞行以及潜入等方面，并不能满足我们打造一支顶尖轰炸机团队的需求。因此，发展下一代战略轰炸机势在必行。此外，从美国最新的 B-21 轰炸机以及俄罗斯计划推出的 PAK-DA 轰炸机来看，未来的轰炸机主打的就是隐身属性。美国通过 B-2 轰炸机已经为我们探明了隐身轰炸机该怎么造。这种飞翼布局、发动机隐埋式结构、内置弹舱的设计辅以隐身材料，能最大限度反射雷达波。既然这样的设计很有效，我们完全可以摸着美国过河。